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中医认为湿气重则百病生，作为祛湿的明星良方，红豆玉米汤呢被广泛宣传，但许多人自行熬制，天天饮用，却发现非但没能除湿，身体反而越来越沉重。其实红豆玉米汤怎么用很讲究，下面呢教大家正确的熬制方法，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红豆，红豆要选择细长的赤小豆。中医认为赤小豆性品味甘酸，善下行，利水消肿功效非常强。赤小豆被古人称之为心之谷，富含淀粉、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高营养、多功能的杂粮。经常食用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赤小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铁、皂角苷等营养物质。食用赤小豆呢，有健脾益胃、预防贫血、改善便秘、养颜补心等好处。由于赤小豆的补血效果好，曾经被李时珍称为心之谷。这么好的红豆更应该好好食用。现在我们往赤小豆中呢加入适量的清水，把赤小豆清洗干净。灰尘不会很多，我们就随便抓洗几下即可。然后我们把脏水倒掉，再次加入清水，把赤小豆浸泡着备用。因为从口感来说，赤小豆质地坚硬，难以煮烂，所以最好提前浸泡3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少许的薏米。薏米又叫薏仁，是药食两用的食材。广东人喜欢煲汤，汤料里面呢常常会用到薏米，因为薏米被认为是除湿神器。的确，最早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有提到，薏仁可能够下气除湿。薏米和赤小豆被称为除湿双雄，所以用赤小豆来除湿最好加入薏米，效果会更好呢。现在我们加入清水，同样的先把薏米给清洗干净。和我们最熟悉的大米相比，薏米中富含了更多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另外其中的维生素 E、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钙、磷、镁等营养物质呢，含量同样可圈可点。很多人总是发现薏米的味道很香，这其实是由于薏米中蛋白质的芳香族氨基酸和支链氨基酸的含量要高于小麦等基础谷物，所以很香。将脏水倒掉后，同样的加入清水，将其浸泡着备用。因为薏米和赤小豆一样，不容易被煮烂。接着呢，我们准备少许的几块茯苓。湿气是夏季之主气，属阴且性质沉着、黏腻，是源于体内水源代谢和运行的产物。薏米除湿虽好，但寒性太重，常吃呢易伤脾胃。脾的主要任务是运化湿气，脾伤了，湿气更加挥发不出，越想除湿反而越湿，对身体脾虚的人体内湿气会加重，湿气重又会导致脾虚，所以要除湿需要同时健脾。除了加入茯苓，我们还可以加入淮山、炒扁豆、陈皮等健运脾胃的好食材，更能达到活跃脾胃运化的作用，这样除湿才能事半功倍。红豆被泡开以后呢，直接加入砂锅中，薏米和茯苓呢也一同加进来。搅拌以后，盖上盖子，小火煮开，再转中火慢炖30分钟以上。薏米和赤小豆比较难煮，不管用高压锅、砂锅还是低压力锅，如果不浸泡或者是浸泡时间不够，都不够软烂，所以一定要有耐心。亲爱的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感谢您的支持。就一直把赤小豆、薏米煮成软烂就可以享用啦。可以吃原味的，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配料哦。通过以上简单的步骤，一道以赤小豆、薏米等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粥呢就做好了。不仅制作简单，而且营养丰富，鲜香可口。一道赤小豆薏米粥并不能抽走天下人体内的湿气，盲目服用红的薏米粥不仅不能祛湿，反而会加重湿气。所以想要除湿，先探探自己体内到底是哪种湿在作怪。湿有寒湿、湿热之分，寒湿的症状主要是怕冷、舌苔白腻。红豆薏米汤主要适用于湿热体质人群，湿热症状表现为身体困倦、头发面部容易出油、一身粉刺痤疮，常感到口苦口臭、小便发黄、大便黏腻不爽、舌苔黄腻等，对症下药才是良方哦。好了，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别忘了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再见啦。